画你心里感受到的，不是画你眼睛看到的。如果你以前想做动画，通常会卡在3件事：第一，你不会画角色；第二，你不会做分镜；第三，你不会动画、配音、对嘴、剪辑。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是没有故事，而是没有办法把故事做成影片。但今天这个工具有点不一样，它不是单纯的 AI 影片生成器，而是比较像一个 AI 动画制作 agent。你只要用聊天的方式跟他说，我想做一支关于企鹅在暴风雪中守护小鱼的动画，它就可以帮你从想法、剧本、分镜、角色、画面、动画、配音、对嘴，到最后输出影片，一路串起来。这个工具叫做 AnyJam AI， 官方把它定位成一站式 AI 动画平台。这个 AI agent 可以处理脚本撰写、场景设计、角色一致性、嘴型同步，以及时间轴剪辑等整套动画制作流程。简单讲，它比较像是动画版的 ChatGPT。AnyJam AI 到底是什么？AnyJam AI 不是那种你丢一句 prompt， 它只给你一段随机影片的工具。它的核心概念是，你跟 AI 对话 ，AI 帮你把动画制作流程拆开来做，从一开始的故事想法，到分镜、角色、画面风格、影片生成，甚至到 lip sync 对嘴，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里完成。这点其实很重要，因为以前做 AI 动画常常会变成文字生成剧本用一个工具，图片生成角色用一个工具，图片转影片再用另一个工具，配音又去另一个网站，对嘴再丢到其他平台，最后还要自己剪辑，流程非常碎。但 AnyJam 比较想解决的是，把动画创作从工具切换变成跟 AI 对话。官方网站也有提到，它支援角色设计、风格库、动画 lip sync， 并且主打角色可以在不同场景和故事中保持一致。所以它适合的不是只有动画师，而是创作者、老师、短影音创作者、行销人，甚至是完全不懂动画的新手。这次我要怎么实测？今天我不会只讲功能，我会直接用一个动画短片案例来测。一个小机器人想成为真正的画家，但他只会复制别人的作品，直到他遇见一个小女孩。这种题材很适合测 AI 动画工具，因为它需要一致性、故事分镜、情绪转折、动画画面、配音对嘴，最后还要看整体节奏顺不顺。如果只是生成一张图很好看，不代表它真的能做动画。所以我们今天重点看3件事：第一，它能不能把故事拆成可用分镜；第二，它能不能让角色在不同场景保持一致；第三，它能不能把动画、配音、对嘴整合起来，而不是只给我一堆素材。3. 实际操作，从一句话开始做动画。进到 AnyJam 之后，你可以先输入你的故事想法，例如我输入，请帮我做一支60秒的温暖动画短片。主角是一个小机器人，他想成为画家，但他一开始只会模仿别人的作品，直到他遇见一个小女孩，学会画出自己的感受。这里你会发现，他不是马上乱生成影片，他会先帮你建立创作方向，接着你可以选择创作模式。这里有几个模式。AI Director Mode 比较适合一般使用者， Workflow Mode 适合想控制更多细节的人， Oscar Mode 把一个想法延伸成比较完整的剧本与影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用，我会建议先从 AI Director Mode 开始，因为它比较像你旁边有一个动画导演，帮你把流程往下推。如果你已经很清楚每个镜头要怎么走，再去用工作流程模式或分镜规划模式。4. 选择影片类型与风格。接下来可以选影片类型和视觉风格，这边就是 AI 动画工具很关键的地方。因为同一个故事，如果你选 3D 动画，它会像儿童动画；如果你选日系动画，它会变成比较情绪化电影感；如果你选卡通风格，它就更适合短影音或教育内容。AnyJam 官方也有提供不同工具分类，像是文字生成动画 AI、剧本生成动画 AI、AI 角色影片生成器、嘴型同步动画、卡通动画影片生成器等等。所以它不是只有单一生成，而是针对动画流程做了一整套功能。这里我的建议是，不要一开始就追求最复杂的画面，先选一个明确风格，例如温暖 3D 卡通动画、日系手绘动画、儿童绘本动画、YouTube Shorts 解说动画。因为风格越明确， AI 比较容易保持一致。5. 生成概念、角色与分镜。接下来 AnyJam 会开始帮你生成创意概念。这里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地方，不是单纯生成图片，而是它会帮你把故事拆成场景。例如，第一幕，小机器人在工作室里复制名画；第
第二幕，他看到小女孩用蜡笔乱画，但画得很开心。第三幕，小机器人开始尝试画出自己的感受。第四幕，他画出一幅不完美但很真诚的作品。第五幕，小女孩对他微笑，故事收尾。这才是动画创作真正困难的地方，因为动画不是只有画面好看，而是镜头之间要有逻辑。很多 AI 影片工具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，单张图很漂亮，但串起来不像故事。而 AnyGem 这类 AI agent 的方向，就是试着把故事、分镜、角色和画面流程串起来。Shine 官方介绍 AnyGem 时也提到，它是透过对话式 AI animation agent 的，协助创作者发展剧本、调整故事板，并基于场景规划生成动画。6. 角色一致性，这点是动画工具的关键。接下来我会特别看角色一致性，因为如果第一幕的小机器人长这样，第二幕突然变成另一台机器人，第三幕脸又不一样，那故事感就会直接崩掉。AnyGem 官方有提到可以建立角色，并在不同场景和故事线中保持一致，这对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。尤其如果你想做系列动画，例如 AI 短剧、儿童故事、品牌吉祥物动画、YouTube 教学动画，角色 IP 内容、角色的一致性就是核心。不过这里我也要讲实话， AI 动画工具目前还不是完全取代专业动画团队。如果你要做非常精准的动作，例如角色转身、复杂打斗、手部细节、多人互动，还是可能需要多次修正。所以我会把 AnyGem 定位成，它不是让你一键做出迪士尼等级动画，而是让一般创作者第一次可以用很低门槛，把故事快速做成动画原型，甚至做成可以发布的短片，这个定位会比较准确。7. 配音、对嘴与输出。接下来是配音和 Lip Sync， 这部分以前真的很麻烦，你要先录音，然后找对嘴工具，再把画面和声音对起来。但 AnyGem 本身就有动画嘴型同步相关功能，官方介绍它内建声音资料库，可制定角色声线，以及专门针对动画优化的嘴型同步引擎。这代表你可以让角色讲话，而不是只有背景音乐加字幕。对 YouTube 创作者来说，这很有用。例如，你可以做 AI 角色讲解影片、动画故事短片、品牌吉祥物介绍产品、儿童教育内容、AI 口播动画。如果你本来不想真人出镜，这种动画角色就可以变成你的替代分身。8. 手机也可以做，这点很适合短影音创作者。AnyGem 不只可以在电脑操作，它也支援手机浏览器和 App。官方网站目前也显示 AnyGem App 已经上线，可以在手机上继续创作。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坐在电脑前，也可以在手机上先把故事想法丢进去，做初步生成。这点对短影音创作者蛮有用，因为很多灵感其实不是坐在桌前才出现，而是在通勤、喝咖啡、睡前突然想到。你可以先用手机把概念丢进去，等回到电脑再精修，这对想快速做内容的人比单纯画质更重要。9. 免费额度与新手适合度。目前 AnyGem 是 Freemium 模式，品牌方提供的资讯是，新用户注册可以拿到500 credits， 每日 check-in 可以拿到100 credits。这个对新手来说比较友善，因为你不用一开始就付费，你可以先测它的风格适不适合你，角色一致性是否够用，生成速度能不能接受，做出来的动画能不能放进你的内容流程。我会建议第一次使用不要直接做很长的片，先做30秒到60秒短片，因为短片更容易测出工具的能力，也比较不会浪费 credits。10. 我觉得 AnyGem 适合谁？我觉得它最适合4种人。第一种，只想做 AI 动画短片的创作者，你有故事但不会动画，这种工具可以让你快速做出第一版。第二种是教育型内容创作者，例如你要解释一个理财观念、历史故事、科学概念，用动画角色做故事，会比纯字幕更有吸引力。第三种是品牌行销，如果你有吉祥物或角色 IP， 可以用 AnyGem 做一系列短动画。第四种是学生或企划人员，你不一定要做正式影片，也可以把它当成分镜提案工具，先做一个动画概念稿。11，但它不适合谁。如果你是追求非常精准商业动画制作，例如每一个动作都要完全照分镜，镜头运动要精准到影视级，那它可能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流程。另外，如果你完全不想调整，只想丢一句话然后马上拿到完美影片，也可能会失望。因为 AI 动画目前最好的使用方式不是完全放手，而是你给方向， AI 帮你完成大部分重工，你再做选择和修正，这样结果会比较稳。12，我的实测结论总结一下， AnyGem AI 最大的特色不是单点功能，
而是它把动画制作流程整合在一起。它可以从想法、剧本、角色、分镜、风格、动画、配音、对嘴、输出，一路串起来。这就是它和一般 AI 影片工具最大的差异。我会把它形容成不是单纯的 AI 影片生成器，而是 AI 动画制作助理。如果你以前觉得动画很难， AnyJam 的确把门槛降低很多。但如果你想做高品质作品，我还是建议你把它当成 AI 导演加分镜师加动画助理，而不是完全取代你的创作判断。你还是要负责故事好不好看，节奏顺不顺，角色有没有记忆点。工具帮你做重工，但创意还是在你手上。如果你想试试看， AnyJam 目前可以免费开始使用，新用户注册有500 credits， 每天 check in 也可以拿100 credits。我会把官方链接放在影片描述栏最上方，也会置顶在留言区。另外它也可以在手机浏览器和 App 使用，所以你现在用手机也可以直接开始做动画。最后想问大家，如果你要用 AI 做一支动画短片，你会想做哪一种？ AI 短剧故事、B 知识教学动画、C 级品牌角色或吉祥物动画？可以留言 A、B、C 告诉我。我们下一支影片也可以直接挑一个方向，实际做给大家看，再来观赏一下机器人故事完整版。